码头这一带是早期潮州人的聚集地。由于中国潮汕地区靠海，所以海鲜的品种非常的丰富，因此就形成了潮州人喜欢吃海鲜的饮食习惯。潮州人来到新加坡之后呢，也从家乡带来了制作鱼丸的手艺。鱼丸就是鱼圆，口感弹牙、肉质鲜甜的潮州鱼圆是本地经典潮州美食鱼圆面的灵魂食材之一。时过境迁，当年由摊贩沿街叫卖的鱼圆面，跟我们现在吃的鱼圆面究竟有多大的改变呢？今天就让我这个古早味侦探带大家一起去寻找潮州美食鱼圆面的古早味。Hello， 请问你是 Chef Wu 吗？ Hello， 钟婷姐，你好。哇 ，Chef Wu 你好，原来是小鲜肉。Hello， 哇，这个这么精致啊！所以你呈现的是什么呢？鱼圆面有汤的跟干的，所以我用鱼圆粿条汤来做一个分子料理。OK， 所以这一片是脆米饼，脆米饼来取代粿条。然后我们就把鱼圆切着丁，放猪油跟蒜头捞。然后我们拿青葱来做成青葱粉。然后这边呢就有冬菜。冬菜在哪里？冬菜我们拿来做成椒。哦，这个浅褐色的，对，就是冬菜。是，然后这边就是用鱼圆做出来的，这边会爆浆。汤啊？对。那一环那个青色的，那个就是青葱油。所以要先喝汤，还是要先吃这个嘞？先吃这个，然后你才一口喝那个汤。哦 ，OK。哇，那个葱粉好香哦，有那个蒜头的味道。哇，这个好香哦。那你就喝汤。喝汤哦，来喽。真的是爆浆哎，爆出来的就是圆面的那个汤头。对。够咸够香，哇，你这个创意非常好。谢谢。我们这次请你来呢，是希望你可以帮我们还原潮州圆面的古早味。我希望通过这一次的挑战，可以对鱼圆和鱼圆面有更深的了解。其实呢，我认识一位老板啊，他的父亲1946年的时候就开始卖鱼圆面了，然后他9岁呢，就天天跟着爸爸学习怎么样挑鱼、买鱼，还有做鱼圆。哇，这样厉害，可以带我去看一那看。当然可以了。老板，我们来了。哎，你好，帅哥美女，你们2位好。那我们都知道呢，你们的店是大概1946年就开始了，就是爸爸那个时候就开始卖鱼圆面了，对吗？对呀，那时候我爸爸在46年的时候开始挑档，在卡基那边沿街叫卖。后来因为沿街叫卖很辛苦嘛，所以在50多年的时候就去同济院的夜市买卖那个鱼圆面。所以你跟爸爸做生意的时候，你们是去哪里买鱼的呢？以前看到码头有一个巴萨叫潮州巴萨，那我父亲每天都要早上去那边买番薯鱼跟西捞鱼，然后回家做。那科德码头因为坐落在新加坡河旁边嘛，所以就很多渔船靠岸在那边。那么我们的鱼呢，都是从船上面直接渔获下来，所以那时候的鱼真的是很新鲜。哦。那时候我们不叫鱼圆面，叫鱼圆粿条汤。因为第一是我们是潮州人嘛，第二那时候的口味偏向比较清淡，而且最主要是吃得饱，因为鼓励的人比较多。粿条是米做的嘛，所以吃起来会比较饱。所以没有人吃干的，干的圆面。有。那时候我老爸的时代就有汤跟干。那粿条汤的用料很简单，就是有生菜啊、冬菜、生蚝啦，然后鱼圆。所以鱼圆是主角啦。对。没有别的东西的。没有别的东西。
干的我们主要是用米布，那配料也一样的，就是用圣桃拉，还有辣椒酱。最重要是我们潮州人的配煮，哇，很简单所以的。都是很简单，而没有这样复杂。因为现在的辣椒有加巴拉酱啊，加巴嘎拉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当然不同时代口味都不一样。是，那是当然的。上个世纪50、60年代，本地民众较常吃到的粿条汤分为2种，一种是潮州鱼圆粿条汤，食材简单，除了粿条之外，主要是用纯鱼肉制作而成的鱼圆；另一种则是粿条杂，食材较为多元丰富，除了粿条和鱼圆之外，还加入了鱼饼、肉碎、猪肝等等。但是，由于用来制作鱼圆的黄尾鱼和西刀鱼的产量日渐减少，有的潮州鱼圆粿条汤摊贩只好减少鱼圆的数量，在食材方面做出了调整。加上食客的口味不断的改变，偏向更多元化的选择，于是粿条杂逐渐成为主流。时至今日，潮州鱼圆粿条汤和粿条杂早已没有区别，都被大家称为鱼圆面。而人们喜爱的口味也已从粿条汤换成干捞米布或米线了。所以刚刚老板有提到一个蒜头捞啊，我只知道长竹辣、葱猪捞。长竹辣是福建人比较喜欢，那么潮州人偏向于蒜头捞。来，我带你去看一下。OK， 好。来，两位，这个就是圣桃辣蒜头捞。那蒜头捞的做法其实很简单，重点是用猪板油。炸出那个油的时候，趁油热的时候把蒜蓉加进去，炸香它就比较香，还有汤喝起来又比较顺口。那因为现在的人比较讲究健康嘛，不用猪油嘛，所以用生油或者其他的油炸的蒜蓉，就缺少这个猪油香。对。这个是我们潮州鱼圆面的另外一个重点，这个是天津的冬菜。那么以前我们就用这种冬菜，还有这个蒜头辣。哦，一直都是用这个。对。需要泡水洗一洗的吗？不需要洗，那除非是你嫌它太咸了，希望把它的咸味洗掉，那就可以。不可以蒸太久，它的咸味没有掉，咸味什么都没有去，都淡去了。哦，所以这个是灵魂之一啊，一定要用冬菜。这个是很重要，在潮州菜里面。哇，秘诀。好。那老板，你的鱼圆对吗？以前你们做西刀鱼跟黄尾鱼是要放多少比例啊？比例？西刀鱼是38%或者是48%，那么一定要配黄尾鱼78%的黄尾鱼跟68%的黄尾鱼。明白。那西刀鱼主要是取它的鱼的那个香味，西刀鱼不会腥嘛，而且西刀鱼的肉质比较结实。黄尾鱼它的肉质比较幼，比较滑，而且它的粘性很强，所以跟西刀鱼接起来的鱼圆就是咬感又好，鱼肉又滑。不过因为西刀鱼的骨很多，而且它做起来比较复杂，比较繁复。现在的西刀鱼的产量也不多，所以现在我们大多数都用黄尾鱼来做鱼圆的。那老板，以前你们的汤底是怎么熬的？鱼圆汤主要的是因为以前用鱼圆蒸过4小时的那个鱼水，分2次来煮。那第一次你是把半桶的鱼水倒进你的锅里面，然后加的西刀鱼骨，然后大火煮半个小时。8个小时后把那个鱼骨捞起来，然后再加另外一半的鱼水进去，然后大火再煮。不过要注意的是，你必须要把那个鱼的杂质撇掉，你的汤就很清澈，而且很鲜甜。所以你说的那个鱼水，是你做完那个鱼圆之后，你浸泡在水里面的那个水。对，那2种鱼都拿去煮鱼汤吗？黄尾鱼的鱼骨不可以煮汤，因为黄尾鱼的腥味很重，很多顾客都接受不了。这样老板，现在你们没有西刀鱼，那你们用什么来熬鱼汤？现在因为没有西刀鱼嘛，所以我们就必须要用酱鱼仔、大骨去熬汤，所以我们的成本是更加重。是。哇，所以你看，现在的鱼圆面已经进化到非常的丰富了哦。粿条汤除了鱼圆之外，还加了鱼饼、冬菜啦，然后刚才老板有说，就是有呢蒜头捞在里面。来，我来了啊，我喝一喝汤。好。
哇，太香太甜了，还有那个冬菜的香，我很喜欢。然后还有他说的那个蒜头捞，确实很重要，就感觉你那个汤喝下去真的很滑。你的呢？我的一样也是鱼饼、鱼圆，有鱼饺，你有鱼饺吗？哎，我的有鱼饺吗？哦，有，我的也是有鱼饺。那个醋也很重要，我可以闻到，适合我们的胃。是，鱼圆也是很白很漂亮，咸甜香都有，很 Q 弹，很 Q 弹。Hello， 大哥。哎 ，Hello， 东兴，你好。听说你这里的鱼圆面有很多选择是吗？是，所以我们的鱼圆面里面有鱼圆、鱼饼、鱼饺、虾滑、香菇圆，连鲍鱼都有。哇，选择这么多啊！对。然后这些还有酿豆腐这些是配料啊。对，不能这样啦，我就安排一碗豪华版，然后全部都有。就等你这句话了。哇，来啦！所以这个它是有鲍鱼，然后我们的鱼饼，然后这个是岛鸡卷，里面也是鲍鱼肉的，这是香脆鱼条，然后这边就有鱼饺、虾滑、香菇啊，还有我们的鱼圆哦。这个就是用鱼肉做的面，纯鱼肉吗？它是也是还有掺一点粉类。哇，为什么你会想到卖鱼圆面，卖到把你的鱼圆面弄得这么丰富？以前我的阿妈她是在家里只做鱼圆给我们吃，其实我的鱼圆是跟她学的啦，她的配方是完全是没有改到的，就是跟我阿妈的时候做的是一模一样，所以就包含着那个传统的那个感觉在里面。但是年轻人有些他就是喜欢多一点风味，所以年轻人他们就是喜欢新的体验，可能我们也是把它做成可以给他们拍照啊，可以放在社交媒体啊，顺便帮我们做一点小宣传啊。这样我一定要先试试看啊，阿嬷的鱼圆呢？对，阿嬷的鱼圆是这一颗吗？对，它是纯黄尾鱼肉的。哦，对，我们没有掺任何的鱼浆啊，还是什么，所以你吃的时候你感觉得到它的口感，跟吃得到那个鱼的鲜甜的味道。确实很鲜甜，对，而且它是带有一点点的 Q。那个鱼饼跟那个鱼饺就是来自一个老人家，那个灵感就跟他学习，所以他现在你看到我们鱼饼里面有辣椒啦，有芹菜，就是不同的馅料在里面，它就是比较不一样。老前辈学的，对，跟他学的。OK， 所以这个干拉的部分里面的味道其实还是保持的非常的传统，就是猪油渣、醋。跟我们自己的三八辣椒，然后当然我要尝一尝这个汤的。你刚刚说这个面很特别嘛？这个面是纯鱼肉的，对，鱼肉面，它是属于比较健康，也是属于 low carb 啊。吃起来有点像那个米苔麻，因为米苔麻就是米的味道，对，你的是鱼香。我非常喜欢你这样的一个想法跟做法，为这个老灵魂嘛保留了它的古早味，可是给它换上新的衣裳。我觉得你做的非常好，非常成功。谢谢你。姐，我们来后巷干嘛？你说呢？你怕吗？有一点。不用怕。Hello sister， 你好。Hello brother， 你好，我来了。OK。来看一下验一验货，这个我带来的小鲜肉够鲜吗？好啊，很好啊。很好啊。OK。新鲜的，好又嫩，可能又 Q 弹呢。哎呀，不要怕啦，这位呢就是我要给你介绍的鱼圆大师，我是带你来跟他讨教怎么样制作鱼圆的，快点叫师傅。哦，师傅你好。Hello， 你好，你好。啊，所以你愿意教这位小帅哥吗？好啊，好啊。那我们进去了。来参考一下。OK。哇，帅，你感动吗？很感动。你看你要上课的那些材料呢？蔡老板已经准备好了，谢谢，非常感谢你，蔡老板。所以你们家族是什么时候开始卖鱼圆面的？父亲是在1966年，所以你也是从小就跟着爸爸卖鱼圆面，你也学会了所有的技术了。有就是一步一步学上来了。那老板，你是从刮鱼那些开始学起吗？对啊，以前都是自己杀自己刮，对，现在会比较方便一些，对，全部都是用机器了。是，所以这个已经是买来的鱼片了，然后用机器把它
夹好了，对，就很白很美。黄尾鱼做起来会比较白哦，然后你加西刀鱼下去，它会有一个灰的颜色，人家会觉得怪怪的，感觉不干净。可是味道方面有什么其实分别？西刀鱼真的是比较鲜甜，然后它的弹性很好。哦，所以这个已经是买来的鱼片了，然后用机器把它夹好了。这个现在只是鱼肉而已，绞丝。那我们已经准备好了盐，然后就开始了，就这样慢慢填。所以不用加粉的，什么都不需要。等一下你看得出的，它有晶莹，然后有一种光泽，然后都出来都很漂亮。哦，现在感觉怎么样？会紧。 OK， 你看我们这样捏的时候，对，它有一个弹性，对，它有一个弹性出来了，就是这样直接的摔了，整粒这样子摔，对，整粒拿起来就这样摔。哎呦，你看它的不一样了，越来越不一样了。哦，对，你看这样就可以了吗？怎么知道是 OK 吗？打比方，我们查一下它是否有弹性，你看它是粘住的，哦，它不会这样容易掉下来。这样子就好了吗？这样也可以，如果要加点水也可以。OK， 如果你要吃到真正的古早味，是真的是这样，就是这样一粒。哦 OK， 这样老板你的水下很少了。对，如果你要很弹性，很口爽，是，确实要这么做。 OK， 就是少水。对，试一下吧。真的也是一样哦。哎呀，哇，好厉害耶！让我看一下，抓一下哈。像我的手掌这么小，抓出来一定是小鱼圆的吗？行啊。不圆，我的鱼圆不圆。所以老板，这个鱼圆啊，泡在水里面的时间长短，是对它的弹性是有影响的，对吗？确实有影响。对，好像我们开这个姜比较硬一些，所以我们在45分钟就得查看一下。继续泡的话，它就会越来越硬，越来越硬，变成这个鱼圆很差。哦，对，没有弹性，很差。所以以前的鱼圆都是这样大颗的。没有啦，没有这样大颗。哦，以前的要多大颗？都是比较中等的。哦。对，以前的鱼圆呢，就是你一咬下去呢，它会回弹那一种。那现在人比较喜欢那种软 Q 的那一种。对。哇，你看鱼圆这么大颗的哦，每一样都是大大的哎。是。哇，太厉害了，这个又很香。闻到那个猪油渣的。是，而且它有放那个炸的葱头。那个鱼圆哇，那个蛮扎实。这个是我做的不圆的鱼圆。哇，那个鱼圆比市场上外面吃的还要硬，那个口感真的是不一样。就感觉到吃这一块一块，一块一块的鱼肉这样。是。然后它是比较扎实，可是它又有弹性，它不是说咬下去是死肉这样。对。哇，不一样。是这样吗？古早味是类似这样吗？而且鱼圆不圆的，感觉好像是月亮的表皮这样哈，粗粗的。对。所以吃这样的鱼圆对吗？你也知道它没有什么添加的东西，你也不要放心家人吃。对，所以今天上了这堂课之后，到时还原古早味就比较有把握，比较有把握，对，比较有方向，就明白那个口感要做到哪里。可是今天 chef 做的这个鱼圆是单单用的是黄尾鱼，对，所以到时如果加入了西刀鱼，不懂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口感？是，我很期待。我也一样很期待，我也是想要知道它的味道会有什么分别，口感也会什么分别，还有颜色，对啊，颜色应该有差。是，好啦，加油了。哇，今天制作组哦，不知道请来什么厉害的网红嘞？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网红在我们这个系列的节目里面呢，他的任务本来是要帮我找颠覆的美食，可是这一次呢，这位网红竟然叫我自己带一份特别的圆面来跟他分享哦。不知道这个网红呢是不是什么大牌？不然的话就是很难搞。我喜欢这种挑战。啊，原来是你！对，哎呦，我还以为是什么大牌红啊，当然是大牌了哈！全新加坡人都是你的 follower 啊。那我也是你的粉丝哎。哦，真是，谢谢你，谢谢你。可是我今天就要你带了一个特别的便当，对吗？有，我有准备，很特别的，很特别的哈。看一下，看一下。啊 ，OK， 好，我是很有心的哈，准备好了哈，开了哈。啊 ，Q 吗？
有没有 Q？ 有眼睛，有嘴巴，还有白头发。哇，不错啦。哎呀，我当然不够你专业了啊！说到这个好，创意便当呢，你才是专家嘛，因为在社交媒体上你已经晒出了你很多很卡哇伊的创意便当，所以是什么时候开始说想要做这个便当2011年吧，那时候我就是自己想要吃午餐，然后带去公司这样子。所以今天我也是很期待啊，想要看看你啊，要为我们做出的这个颠覆版本的鱼圆面便当是什么样子的。灵感呢来自日式的冷面，还要加入我们本地喜欢吃的鱼圆面融合在一起。所以呢，鱼圆面嘛，所以鱼圆是不可以缺少的。可是你有2种鱼圆，对对吗？，这个是福州鱼圆，哦，就是这个是普通的鱼圆。因为我觉得2个鱼圆的口感不一样，所以放在一个便当里面，其实吃起来会觉得，哎，这样子比较不会单调，对，有惊喜。而且呢，这个比较大一点点，对吗？所以等一下我们做熊猫的时候，这一类就是头，然后这个是身体，所以这是它眼睛。然后你看它，其实它没有什么颜色，所以聪明啊你，熊猫就是黑白而已哦，很省事啊。不是，所以我才有技巧做一些别的花样。哦 ，OK， 穿衣服吗？穿衣服，对对对，所以我们就用粉红色的那一层。所以以前你是在学校是不是美术课啊？是很了得了，我很喜欢美术课以前，难怪，因为觉得很好玩。没有一点天赋是想不出这些这样多花样的。OK， 很 Q。所以每次在做这个便当之前，要先有一个构思。对，我大概会在脑海里面会想，有时候会画出来。哎呦，so Q。对，然后我们就会把冷面放在里面，因为我觉得说便当就是一个我们会带出门，可能不会现在就开始吃的。所以如果冷面的话，你可能等2个3个钟头都觉得还 OK 哦。哎呦，漂亮，很漂亮。哇，美！你看，哦，这个就是这个颠覆版本的鱼圆面。哇，可以开动了吗？耶，可以。不是 ，Sorry， 我要吃你了。来，1人1只小熊，要亲一下吗？哎呦，很 Q 嘞，怎么办？真的是变成女孩了吗？对啊，这样很好玩嘛，这样我们也很卡哇伊。OK。好，来，我来吃你的冷面哦，日本冷面啊。所以这个冷是 OK 的，凉凉味，酸酸甜甜的，就是女孩子喜欢的那个口味嘛。然后这个酱跟鱼圆搭不搭呢？我来看一下。可以哦。很清凉的感觉。然后因为你的那个酱汁又很开胃，所以吃得很开心，看起来很开心，送进嘴里之后更开心。Sorry， 你不要再看着我，因为刚才有很多人围着我要我拍照签名这样，所以我就迟到了。哦，没关系啊，我只等了45分钟而已。45分钟，这么夸张？真的？就几颗鱼圆呐，真的吗？是啊，每天人家都是排长龙为了吃这些鱼圆呢。哇，那真的要好好吃吃看哦。它酱很好哎。是吗？辣椒酱跟番茄酱，没有醋，不会酸的。还有猪油渣，哦，难怪这么香。那果条汤很香，真的。哇，有猪油的香味。它的鱼圆太棒了，口感很好。Q 弹刚刚好。它又不会太硬，然后有那个鱼的鲜美哦。太好了。你说那个鱼圆面为什么只是鱼圆而已啊？而且不多不少哦，就是5颗刚刚好。是哦，之前我们去的都有鱼饺啊，有鱼饼啊。是。所以这个很像有古早味。对对对，蛮传统的。问题是它是古早味，可是它的干的米爆为什么它是放番茄酱的不知道哎，等下要去问老板。OK， 等一下才问。我吃多2口可以吗？很好吃。我们吃完了去问。好。老板你好。好。哇，你的鱼圆面太好吃了。差不多啦。差不多了，你太谦虚了。请问老板，你们是哪一年开始卖鱼圆面的？1968年了。你一开始就是卖鱼圆面的？以前我是做别的啦，我的后面是卖鱼圆面的。我就每天去跟他帮他杀鱼。60年代。你去帮他自己拿来卖啦。对对对，他就做西刀鱼，但是很辛苦。那你们是用什么鱼？我是用广东人叫豆腐鱼咯。豆腐鱼，你知道广东人豆腐鱼是什么？黄尾鱼吗？对。黄尾鱼。
所以你以前卖的鱼圆粿条汤，它除了鱼圆，还有放别的东西吗？就是这样而已咯，猪油渣咯，还有冬菜这种哦，一点酱青上去。以前有放香菜啊，现在没有了啦，现在很少人放香菜。所以以前他们的粿条跟现在的粿条有什么不一样吗？不一样，他们以前是真的是用米去蒸，蒸了用什么磨出来的，就这样蒸，等一下才来切哦。所以它的味道跟口感是怎么样的啊？它的有米的味道，米香味，所以它也不滑的啦。不滑的，它不是像现在这样透明。一点点粗这样哦。像老板以前的粿条的那个厚度是一样的吗？以前的厚度比较厚一点，比较厚，现在的比较薄。那多宽？以前是不会很宽啊，差不多是半寸这样。哦，半寸加。粿条你宽一点比较好吃啊，吃到粿条的香味啊，有口感。所以以前你主要是卖粿条汤，粿条、米粉、米苔麦咯。然后干的是卖什么？干的就是卖米波咯。就以前没有辣椒了，很少人吃干的了，哦，不是吃汤的。所以以前人如果是吃干的话，主要是吃米爆。对了，米架那些为什么没有什么人买？以前是没有煤气炉嘞。那个火又不够好，水不够烧，你蒸的那个面软烂，哪里好吃？所以是什么时候才开始说流行吃干捞的米饭？慢慢啊，差不多我看70到80年代。所以干的话，很久以前用的是什么酱料？辣椒水咯。辣椒水是什么？以前没有什么机器好可以弄啊，你就是辣椒盖装一点点给它蒸水咯，蒸到它烂咯。辣椒就是一点点那里面掺的一水半子，你摇它就倒出来。哦，因为以前没有辣椒酱啊，什么番茄酱没有，他们就自制一个辣椒水啊。对。那老板以前的干捞面有放番茄酱的吗？没有啦。放什么？辣椒咯，还有加一点醋下去。为什么刚刚我吃的那个是没有醋的？你不是说有放醋？年轻人不喜欢吃醋，你要醋你跟我讲我就放。你有啦？有。哦。人家不喜欢醋，等下你吃了煮了吃饭完在那边他走了。行哦。他要醋加给他永远好。哦。所以老板，我跟 chef 都很好奇了哦，为什么到今天你卖了这么多年哦，你还是卖一样的，就是鱼圆呢，没有卖其他的东西，就是5颗鱼圆，为什么？好吃的东西一样就好了。说得好，不用太复杂。不要太复杂。我就当他吃你的鱼圆，我就回到童年了。对。谢谢老板，谢谢。雪莉，你知道吗？我最喜欢来玩波了，因为这里呢有很多我很爱吃的传统美食。除了传统美食呢，我要带你吃一个不一样的鱼圆面。怎么不一样法呢？因为我在网上看到很红哦，它有点特色的，我觉得你会喜欢。好，我跟你走。好。哦，来了！哇，鱼圆面。哇，所以第一个印象就是一个非常传统的鱼圆肉锁面嘛。但是这个会动的，这个是惊喜嘛，对吗？对。可是呢，这一间档呢，其实在1950年代就已经开始卖鱼圆面了，所以是个老字号来的。所以加了这个是叫做温泉蛋啊，怎么吃呢？老板是说就拌在面里面一起吃。哦，哇，那个蛋啊，你把它拌在那个面上面呢，就更加有光泽了。对，而且是滑滑的。对。怎么样？就裹了一层的蛋香。而且我觉得我们要吃它的手工做的鱼圆。哇，你不用牙齿咬哎，很好吃，按它就会破掉哎，很软，又软又 Q。口感太好了，这个太好了。而且它的这个因为是干捞的嘛，它的酱汁也很香，它自己的辣椒酱，那是一般呢比较古老的档口啊，他们都是鱼圆面，就是鱼圆面，它没有肉做的。它除了那个肉锁啊，还有肉片哦，猪肉片。但是我感觉是他们的这个鱼圆面，除了这个传统的元素之外，他们也有自己的创新。对，我就在想。这样的一个做法，就是加入这个温泉蛋在你的传统的鱼圆面里面，食客的接受度是怎么样的？我们去问一下老板。好，老板，
Hello， 你们好。老板，你们的这个鱼圆面很特别哦，它加了那个温泉蛋。是的。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呢？这个启发是因为我们在一个日式的餐馆，吃到那个呷哺呷哺，他们会打一个蛋，它改变它的口味。哦，它就是它的肉啊，沾那个蛋，对，沾了才放进嘴巴里面。是的。哦，可是你会建议你的食客哦，也是这样子吃吗？是的，因为那个鸡蛋打破了，跟那个面搅在一起，有包覆那个面，它的吃的口感就比较不同。所以你的温泉蛋是怎么准备的？我们的这个温泉蛋是用这个 sous vide 的 machine， 以62.5的温度煮的时候，大概需要差不多1个钟头。所以你们这里的食客的接受度还蛮高的，他们蛮喜欢这样的吃法。是的，刚刚推出的时候，我们看到比较多年轻的食客会接受，久而久之呢，就会看到比较老一辈的也会尝试一下。非常好啊，因为你既保留了那个传统的味道，又有加了一些新的元素，所以不管是年长一辈的，好像我这种，或者是年轻一辈的，都可以接受，也都愿意尝试。所以你是非常成功的。是，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Chef， 还原古早味的鱼圆面呢，是需要用到西刀鱼。现在西刀鱼很难找，你不要叫我跟你出海捕鱼啊，我会吐的啊。不要担心，我已经找到一个西刀鱼专卖店，他已经帮我们准备好了，所以你不用出海了。哦，谢天谢地。那到底在哪里？前面。我不用紧张了哈。不用。梁大哥，我们来了。哦，梁老板啊，你好，你好，你好。哦，原来这个就是西刀鱼的真面目啊。对。那这个一包一包的是？鱼浆。西刀鱼浆，然后这个鱼圆。那个有什么不同呢 ？OK， 这种是从那个鱼背那边切出来的，拿来煮粥、煮汤，或者是拿来吃鱼生。这没有骨的咩？整条鱼只是背后那条肉没有骨，其他的部分通通骨。所以没有人吃这样一整条鱼，好像吃其他鱼这样一整条吃的。他们拿来煎或者拿来蒸，不过吃的时候小心很多，它要慢慢挖那个肉出来。不过这个他们很多老人家比较喜欢吃，因为它鲜甜。对。这样梁大哥，你可以说我们讲起那个。可以 ，OK， 这条鱼我们洗干净，把这个内脏出来，刮掉那个鳃，然后从那个尾部割下去。这个我们可以刮出来，看。哦。这个可以拿来煮粥。这样顺那个是这样。这个比较好刮，这边就比较难刮，它有一条线的。这个我们可以切出来。那一块是没有骨的。对。这条很珍贵耶。1条鱼2条而已，100克都不到。OK， 我们现在来刮那个鱼肉。OK， 我们刮是从那个中间刮起我们要小心它的鱼肉你刮了不一定会安全刮了我们还要嚼几次，因为它可能会带幼骨下去可是以前的人做鱼圆，他没有机器搅的吗？用手剁啊。所以这样我们一直刮了刮到你看到那个红色的就 stop 了。所以这个是带心的。对。那梁大哥，1条鱼可以做几克鱼圆？你看如果是你刮出来的鱼浆掺水掺那个盐你可以打成差不多1公斤的话，我们通常做是100多粒。哇！看大小但是你看你的水要加多少？因为如果是你掺那个王尾它的那个水分可以吸收多一点可以掺多一点水，那就不止100粒。那你的西刀鱼定了没有？定了，连黄尾鱼都定了。哇！准备好了，在那个箱里面。那个箱子。这个是王尾鱼。真的是黄色尾巴的OK， 这个西刀，它还有蛋。我已经帮你取出来了。很好。不是每条鱼都有的。看一下，哇，3大条哎。对。OK。谢谢老板。谢谢你，老板，谢谢。谢谢你们。你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哇 ，so strong。OK， 谢谢老板，谢谢辛苦老板。等我。Chef Wu，今天终于到来了。是。之前呢，我们就请教过几位经验老道的鱼圆面的老板嘛，他们就提到说，以前的潮州鱼圆面呢，用的就是鱼圆还有粿条汤而已。所以我们今天很早就可以收工了，只需要做鱼圆。不可以啦，
那老板还有说，我们除了粿条汤，以前的人也有吃干的米爆，所以我们今天除了鱼圆粿条汤，我们为了还原，我们也会做干的米爆。有时间我也做米苔吧。你有这么爱我吗？你要留我留到几点？OK 啊，那我们要快马加鞭了啦。OK。哦，所以鱼你也买了。所以我们首先是要做鱼圆，对吗？对。说今天我们会用68%的黄尾鱼，对，48%的细刀鱼，好，来做那个鱼圆。取肉这些你没问题吧？可以，我现在就开始去做。OK。我不赶时间哈，你慢慢来哈，安全第一哈。哇，我听到声音了。你本身是做意大利料理的对吗？对。所以需要处理鱼吗？也有啊，我们也有鱼。哦，难怪那天只是这样看而已，你就会做了嘞。可是细刀鱼比较多骨，所以比较有挑战。不过难不倒你啦。多亏梁大哥教。哦。所以那天我们看梁大哥就会比较明白啦，对他的骨骼是怎样的，因为细刀鱼真的很多鱼骨。哇，那个你收起来啊。对，那个血的 OK 的没？等一下要洗啊，洗啊，拿来熬汤。可是有一些老板是说，他们的鱼汤好像只是用那个鱼圆的水而已嘞，都没有用到鱼骨。对，因为现在他们都不用细刀鱼来弄鱼圆，他们只用黄尾鱼。可是黄尾鱼的鱼骨不适合，所以那天老板也有说啊，黄尾鱼的鱼骨熬汤会腥，所以他们不用。哦。所以那些有用细刀鱼做鱼圆的，他们应该就会用。对，他们就会用。对，所以我们现在就顺着它的骨去刮那个肉。这真的是很难想象，以前卖鱼圆面的这些摊贩啊，为了卖几碗鱼圆面，每天早上起来啊去买鱼，然后还要取鱼肉，然后熬汤，然后再每天做新鲜的那个鱼圆，而且你费了这么多功夫，你做出来那个鱼圆一点都不起眼，就这样小小的，好像乒乓球这样，远远都看不出说原来有这么多的工序啊。对，所以也是接了这个任务，对吗？我也是对鱼圆有一个新的看法，要珍惜鱼圆。我也明白为什么现在开始越来越少手工的鱼圆，因为真的工很多。所以我们现在在取那个黄尾鱼。黄尾鱼也叫番薯鱼，对，也叫豆腐鱼，对。哇，它的肉很肥还感觉。是，可是它会比较软。小心啊，小心啊，不用，我不赶时间啊，我今晚没有约会，我老公不在。哦。Take your time。下次可以做米苔马了吗？Oh my god！ 这样我应该说。我也是开玩笑的，你饶了我吧。哇，这个跟那个细刀鱼差别太大了，对，一点骨都没有。对，这个比较容易取肉。是的，那你就帮我剁吧。OK 好。然后我就去准备那个粿条的材料。你的米爆都去买了，为什么粿条不要去买，要自己做啦？因为老板也说了，以前的粿条比较厚，也比较有米香味。现在市场买的粿条的米香味不重，所以我们就为了还原，就自己做粿条。很用心，很用心。所以我们会用我昨天泡的生米做成米浆。来做粿条，你有做过粿条吗？没有哎。那你有把握啊？我们可以试试看。那如果不成功怎么办？所以我掺一点淀粉，我等一下蒸的时候它就不会这么容易断。哦，它会有一点粘性啦，至少。对，会比较有粘性。那我的鱼浆也 OK 了。那我就先开始去蒸粿条。有米香味吗？哇！说我这个粿条呢，我会做的比我们现在市场上买的厚。古早味。对，我们切个粿条，我就开始打鱼圆。那我们现在里面是400克的细刀鱼，我们会再加600克的黄尾鱼。哦，这个比例是6:4啊，因为那个老板有说6:4或者是7:3都可以。对。为什么你选择是6:4？因为细刀会比较甜，也会比较有鱼的味道。啊，所以你就用多一点细刀鱼。对。我想我应该是没有吃过啊，里面有细刀鱼的鱼圆。因为现在都听到老板们说，他们的鱼圆都是没有用细刀鱼的，因为细刀鱼太难找了。对，现在只用黄尾鱼嘛。那不然就像梁大哥一样，他只用细刀鱼。是，今天终于可以吃到了。所以我们要打到它起胶。那天师傅也说了嘛，
我们要能够整坨可以拉上来，所以我们现在在打到它起胶，等一下你就帮我一起捏鱼圆。哦，没问题，我非常乐意。所以它差不多，你看现在整坨可以拉上来了，对，它的胶质差不多出来了。哦，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开始捏了。好，你觉得应该是大颗还是小颗？古早味中等吧。那天我们在学做，我觉得那个很大哎。那天那个有点太大，我们就做稍微小一点，比那个乒乓球小一点啊。不是很完美的，可以哈。好，所以等一下浸泡这个鱼圆的水，就可以拿来煮汤了。对，等一下我们就会用这个，然后再下鸡刀鱼骨来煮汤。可是这个要泡多久才可以用？一般上我们最少要泡2到3个钟头。对，所以我昨天准备了一碗鱼水。哦，你在家里有？对，在准备，就不用落地吗？这样。哦，很贴心。然后我们可以做米苔嘛？米苔嘛，你饶了我吧，我只是生病的时候才吃米苔嘛呢。OK。哇，真的是太完美了。是，所以我们现在让那个鱼圆浸泡，然后定型，然后我们开始煮鱼汤。好，可以。这些里面是昨天我准备好的鱼水。哦。所以我们先让它滚半个小时。好，太神奇了，这个鱼圆面的汤，它真的是清澈的。对。如果你没有放东西啊，你摆一碗那个鱼汤在那边，感觉就是清水嘛。清水，对，像清水。可是你喝起来，它又有鱼鲜味。对。太神奇了。哇，这样就可以喝了啦，不用再加来加去的，够了。哇，我们要还原古早味，要认真一点。哦，你很认真，又帅气又认真。来人啊，把它拖下去！不要把它拖下去。把你拖下去。很热，你看他们很热哎，每个人很开心把我拖走哈，你们都要过来是吗？啊，打破脸要自己过来是吗？气死！应该很久没有跟小鲜肉一起主持了，都是老腊肉，所以很兴奋。坏死了。所以呢，我现在要把鱼骨拉出来，我们再把刚才的鱼水再加进去，然后我们再筛。所以鱼圆是放在这边煮啊？对，所以我们的汤会比较鲜甜，好吗？好，我们就开始烫粿条。哇，可以吃了。好，这我们放蒜头捞。好。冬菜。哇，漂亮的汤水。你帮我放一点青葱跟盐须吧，然后我就来烫米爆。OK， 好。这是蒜头捞。对。醋。这是什么？那个老板说的那个干辣椒掺水。哦，这个你自己准备了？对，我们准备了。哇，很紧张，很期待哎。这太特别了。好。OK。来，我们可以上菜了。好。好啦，我准备好啦，我真的是迫不及待了，吃啦，来。哇，太棒了！虽然那个汤头啊看起来清澈啊，可是它的味道太香浓了。对，有鱼鲜味嘛。你有试看那个鱼圆吗？哦，对。哇，你放了什么调味啊？为什么这么香啊？我们用了鸡刀鱼来做，所以它会比较鲜甜。有古早味吗？有，因为它还是有口感的，它不会滑到啊，你感觉好像很假这样的吗？哦，这个太好了。好，现在我要尝一尝你的粿条啦。它粿条看起来有点硬，吃起来有时有点硬。哦，但是有米香啊。而且有嚼劲哎，比较有口感。终于回味到以前的古早味那种单纯的那种味道。非常难得。OK， 哇，还不错哎。现在我们吃的米爆干啊，或者是粿条干，它的味道很重的，所以以前的味道是比起现在的，比较淡一点。对吧？可是会比较有那个蒜头捞的香味。所以 Chef 今天你还原了我们的潮州鱼圆面之后，你有什么新的领悟吗？新的感触吗？我现在对古早味的这个味道有多一层的领悟。其实古早味可以很简单，可是又有那种回味无穷的感觉。是。从我看你今天一整天下来啊，自己动手做手工鱼圆呐，到现在完成这个古早味的潮州鱼圆面，我就觉得说，其实只要用最新鲜的材料，不走捷径的话，同样的也是可以做出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其实一点都不简单的美味。是，谢谢你 Chef， 谢谢你钟婷姐，谢谢。